江刀鱼、周长贵、周磊，你们的报应从今天开始。分家，老子是长房，理当拿大头。青砖大瓦房，10亩上等好水田，拖拉机、缝纫机、村口小卖部，加上村东那口肥鱼塘，全归我们大房。大伯，你摸着良心说话，当年要不是我爹把唯一的读书名额让给你，自己活活累死在地里，能有你今天？现在我爹没了，你们就把村委那口养啥死啥的烂泥死塘甩给我们娘仨。这事儿我定了，就这样。哟，好娃子，冲谁嚷嚷呢？给你们一口池塘就不错了，那地方大着呢，够你们娘仨喝一壶的。想要我家肥鱼塘，也不看看你那叫花子样。我爸说了，等会儿就拿你那死鬼爹留下来的这5000，去城里给我提一辆大金鹿摩托车。你呀，带着你那短命爹的绝户头，去死塘里吃一辈子烂泥巴。浩儿，妈求你了，咱不争了，咱们回家。只要你们兄妹平平安安，妈认命，妈认命了。哥，别去了，看我，他们打人，我怕。爸，你在天上看着，我一定会让周长贵一家跪在我们面前认错。妈，小满，别哭，就用这口他们瞧不上的烂死塘，我周浩立誓，一定要让这群畜生看看，到底是谁看错了人。连你也快被这死塘憋死了，是不是？去吧，别死在这儿。凡人，本神问你，这把纯金柴刀和这把白银柴刀，哪一把是你掉落的？都不是，那把生锈缺口的铁柴刀才是我的。危难之中向邻里施救，视为善良；面对金银财富毫不动心，视为诚实。你既诚实又善良，本神便赐你通天机缘。鱼神系统已成功激活，正在绑定宿主周浩。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鱼类暴击。鱼类暴击品阶随机蜕变，投入鱼类100%暴击稀释鱼鲜。听好了，凡你投入此塘之鱼，皆可暴击进阶。你财富越多，系统能力越强。去吧，逆转你的命运。鱼类暴击，家里就剩条草鱼了，是死是活就赌这一把。各位乡亲，今天我周家大房搬新家，大家吃好喝好，以后在这村里有大事儿找我周长贵，绝对好使。哼，可不是嘛，总比二房的短命鬼留下的绝户强。是。赖三儿，等会儿陪我去城里，就拿周浩死鬼爹的存款提那辆大金鹿摩托车，到时候老子骑着新车，天天去他那破塘边上轰油们，馋死那个穷光蛋。磊哥威武，周浩那小子这辈子就配趴在黑泥里当一辈子泥腿子。全家就剩下这一条活鱼了，是成是败就看现在了。
长江刀鱼，1斤上百的顶级江鲜，周长贵、周磊，你们的报应从今天开始。周浩，你还真把这烂泥坑当个宝了，死糖配死鱼，烂人配烂泥，你就是守到天荒地老，这里头也只能养出翻白肚的死耗子。老子把话撂在这儿，我家的好糖可就在隔壁，你敢偷我家塘里一条鱼，老子打断你的狗腿！哎呦，这不是二房的浩娃子吗？你那短命爹刚死，你就挑着烂泥塘里的死鱼来坑乡亲们了。大家伙可瞧仔细了，这小子的鱼吃了拉肚子。这银缓缓的，难不成是传说中的长江刀鱼？看这个头足足得有2斤重，这穷鬼怎么能摸到这种泼天富贵？不行，绝不能让他看出来，得低价骗过来，转手就能到城里换大钱。这不就是变异的野草鱼吗？浑身没4两肉。浩娃子，算老子可怜你，2块钱1斤，这一条烂鱼统共算你4块钱。赖老板，您也是几10年的老贩子了，当众把顶级货说成不值钱的烂草鱼，您就不怕砸了自己的招牌，让全镇人笑话您没眼力？你个泥腿子懂个屁！老子说它是烂草鱼，它就是！住手！住手！暴殄天物啊！这他妈是长江3鲜之首，纯正的长江刀鱼，看着品相个头，足足有2斤重，在城里少说值200块。小兄弟，这200块我要了。赖老板，刚才真多谢您2块钱1斤的菩萨心肠。要不是您非把这喊市货当成烂草鱼，我还真没机会见识到什么叫睁眼瞎。送你2块钱，去买副眼药水洗洗眼吧。鱼神系统改变的是所有鱼类，现在只要是鱼，塞进死塘就能暴击。既然不限淡水、海水，大鱼小鱼都能蜕变，那我今天就多买几个品类试试看，晚上开大盲盒。老板，别声张，这200块钱1分不留，把你这所有的草鱼、鲫鱼、白鲢、黑鱼还有泥鳅全给我称了，能装多少装多少，全部塞进我这几个大编织袋里。200块全部砸进去，滚雪球，就从今晚开始。检测到宿主投入大量鱼类，核心技能鱼类暴击疯狂触发中，系统暴击成功。浩儿，快揣着路上吃，听妈的话，千万别把自己累垮了。咱家顿顿有口热乎饭吃就行，妈不求大富大贵。哥哥，小满今天不吃鸡蛋了，留着换钱，你别太累。妈，小满，信我，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让你们吃哪怕一点苦。哟，这不是守着死塘发财的浩大老板吗？大清早挑着这一担臭烂泥去哪儿啊？就你那死水里捞出来的几条小破鱼，拿到集市上够不够换1斤碎米啊？你敢给老子甩脸色？走，回咱家肥塘里捞几条最肥的大青鱼，挑到集市上。老子今天要在全镇人面前
把这穷鬼踩进烂泥里。卖鱼了，都来看看大房肥塘养出来的极品大青鱼。某人的破塘里出来的死鱼烂虾，白送人都嫌脏手。堂哥，这做生意讲究个眼见为实，你连我的筐都没见着，怎么就知道你的鱼一定比我的好？老子闭着眼都知道，我家的鱼吃的是上等精饲料，你那破塘里全是死水臭泥，拿什么跟老子比？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咱们就赌一把。等会儿掀了筐，要是你的鱼没我的好，你爸刚给你买的那辆大金鹿摩托车归我；要是我的没你好，我这一筐鱼全归你。就你那烂泥塘里的破鱼，白送老子都嫌占地方。呸！老子今天大气一回，换个赌注，要是你的鱼输了，今天就当着全镇人的面从老子这裤裆底下爬过去，大声学2声狗叫，敢不敢？堂哥，全镇的乡亲可都看着呢，你输了，摩托车现在归我了。行啊，不就是一辆摩托车吗？老子大房输得起。去，回我家，把摩托车给我开过来。跑快点，回村找我爸，就说周浩这绝户贼偷了咱家肥塘里的极品江鲜，让我爸骑车带人过来抓贼。快去！我的天爷啊！长着一身花纹的是野生桂鱼，还有那是长神鱼啊，全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宝贝。小兄弟，这长江刀鱼和桂鱼老子全包了，我出1斤150，我出200，别跟老子抢！你听见刚才那小子说什么了吗？这些绝品江鲜，居然是从村委那口养啥死啥的烂泥死塘里捞出来的。快，把这消息传回市里，给那些大老板。饭桶，全都是饭桶！我每个月花几千块养着你们，就这么点高品色的顶级江鲜，你们都找不到。下周省城最顶级的贵客就要到了，点名要吃长江3鲜鸭胄，要是找不到货，耽误了集团几10亿的项目，你们全给我卷铺盖滚蛋！说，沈总，临江镇发现了长江3鲜。你说什么？临江发现了纯正的长江3鲜，还有罕见的几10斤江鲜。立刻备车，去临江镇。1斤100，1斤200，300，我出300。大家稍安勿躁，一个个来，货管够。各位乡亲，别被这小畜生骗了！村委那口死塘养得出这种金贵江鲜，这些鱼全是我家村东肥鱼塘里用精饲料喂出来的命根子，是周浩这个白眼狼昨晚偷偷捞走的。他是个贼！呸！我说呢，那烂泥死塘连癞蛤蟆都活不长，能出这么金贵的长江鲜？原来是当了家贼偷大房的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他亲爹刚死没多久，这娃子就学会偷鸡摸狗了，简直丢尽了他们周家祖宗的。老天爷不睁眼啊！二房的绝户头当家贼了，偷了我们大房准备卖给城里大贩的鱼啊！大家快来看看这个没良心的小偷败类呀！老子作证，这小子前几天就拿了一条刀鱼来找老子，原来全是从常贵哥家好塘里偷来的。这小子惯偷了。哼，周浩，你个不要脸的贼骨头，偷了我家的鱼！还敢设局骗我爸刚买的新摩托车，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个盗窃集体的现行犯给老子摁住送进去！放开我！这鱼是我自己死塘里捞出来的。放开我儿子！我儿没有偷东西。放开我儿子！张贵哥，这鱼真是浩儿自己在死塘里守夜
来的。他从小到大连别人家一根针都没拿过，他不是小偷啊！放开我哥哥！你们坏人，放开我哥哥！滚一边去，老帮菜！再敢满嘴喷粪护着这个贼骨头，连你一起送进去！孙桂芬、周磊，你们敢动我妈一下，老子活剐了你们！放开我！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一家人欺负孤儿寡母，你们还要脸吗？大娘，你没事吧？光天化日，全家老小齐上阵，欺负孤儿寡母，你们算什么本事？天哪！我想起来了，这是省城沈氏集团的沈月，沈老板，市里最大的水产大户，咱们全市大半的高档酒楼全听他的。原来是省城的沈总，您看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我是临江镇的周长贵，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沈总好，我是周磊，咱临江镇属我家的肥堂最大，以后您有什么需要？这筐鱼是谁的？沈总，是我家的，是我家村东头那口上等肥堂用精饲料精心喂出来的，是我的死堂出的。空口无凭，这鱼金贵，你们谁能证明，我就信谁。既然大伯说是他家肥堂的，我说是我的死堂出的，咱们现在就去两口塘边，一网下去，里面养的是什么鱼，有多少鱼，一清二楚。敢去验塘吗？好，全镇的乡亲做个见证，今天要是证明了这鱼确实是你们其中一家养出来的，不仅今天的鱼我用双倍价格全包了，我还会跟胜出的一方当场签下一份每个月5000块钱的长期供货合同。5000块一个月，这年头万元户都能横着走，这分明是要送一座金山啊！多少？5000块，还是一个月？我在砖厂当大师傅，一个月不吃不喝才赚100多块啊！验塘，现在就去村委验塘，看老子一网下去不扒了你的皮！常贵家这口塘真特么气派，要水有水，要地有地，绝对是咱们临江镇数1数2的头一份啊！哼。看来常贵叔真没说错，也只有这么好的肥塘才能养出大鱼。周浩那小子8成真是偷的了。这鱼好是好，可身体笨重，肉质显肥，跟周浩在摊子上摆的那些体型修长如剑的纯正江鲜，品相上差着108000里。你有所不知，那等顶好的野生大江鲜极有灵性，平日里都死死沉在最底下的深泥里。我这一网只是随便一捞，哪能那么巧一网就捞得着？就是，好货都在底下压着呢，总比某些人守着个臭水坑强。够了，光看这口塘不够，走，看周浩的塘。
就这也叫鱼塘？这分明是个臭水坑、大湖池子嘛！就这破水坑也能养出长江三鲜？做梦呢！把鱼苗扔进去，当天就得翻白肚死绝。这周浩拿大家伙当傻子耍呢。周浩，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沈老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您要的答案就在这里。大家快来看啊！这绝户头连张渔网都没带，两手空空来验糖。周浩，你不会是穷的连张破网都买不起吧？不必用网，我这塘里的鱼不用人捞，它们自己会跳出来。大家听到没有？鱼自己会跳出来。周浩，你当这臭水坑是《西游记》里的龙宫啊？你当你是东海龙王啊？周浩，别在这装神弄拐了，事实在这摆着，跟老子去派出所！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鱼类暴击启动，宿主投入大量鱼类，血脉改造完毕，进化确定。这破塘里全是长江三鲜，还有几十斤的巨物啊！这鱼，这口死塘到底是怎么回事？呸！不要脸的大房，人家二房刚没了顶梁柱，你们就合伙血口喷人，连亲侄子都诬陷，就是还哭天抢地演戏呢，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算什么本事？赖三儿，你个黑心水产贩子往哪儿跑？刚才就你叫的最凶，合着你跟大房子早就串通好了，故意往人家清白小伙子身上泼脏水。堂哥，全镇父老和沈老板都在这儿当见证，白纸黑字，愿赌服输，拿来吧。周浩，你这是抢劫！好娃子，都是一家人，一个玩笑大可不必。少扯淡，赌的时候怎么不说是一家人？大房输了就想赖账，全镇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啊！疼，放手！我的车，我的大金鹿啊！大伯、大娘，还记得分家吗？当年分家，你们嫌这口死塘养啥死啥，连条杂鱼都捞不着，当成没人要的垃圾和荒地，连哄带骗强塞给我们娘仨。可你们做梦也没想到吧？如今这口死塘在我手里，下的是金蛋，开的是聚宝盆，这里面的绝世江鲜，你们大房这辈子连看都不配看一眼，这还得全靠大伯大娘当年看不上啊！哥哥最厉害！周先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今天这一出神迹，当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沈老板过奖了，做买卖讲究货真价实，我不过是自证清白。很好，
你这口糖的品质，我10000个放心。不过，5000块1个月的独家供货合同，可不是在泥坑边上拍脑袋就能签的。周先生，明天有没有兴趣跟我回一趟市里，去我们沈氏水产的总公司，咱们白纸黑字把正式合同签了，5000块的定金，我当场给你结清。哥哥要进城啦！哥哥要签大合同啦！沈老板盛情邀请，周浩求之不得。明天一早，我准时进城。守着一口死糖卖鱼，撑死是个小贩。真正的跨区域大宗贸易，冷链垄断，才是真门道啊！周先生，合同定下1月5000，定金先付。我沈月做生意向来疑人不用，但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供货品品相跌出江鲜标准，沈氏的法务可不会讲情面。沈总放心，既然我周浩签了字，那死糖里的货只会比你见过品相更好。眼前的男人明明穿着廉价，可身上那股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风骨，甚至压过了省城那些所谓的世家子弟。孙德发，谁允许你擅闯我办公室的？沈老板别急着赶人呐，我们赵总今天特意让我来给你送个喜讯，瞅瞅。省城那几家跟你们沈氏合作了5年的大饭店，下半年的单子已经悄没声的全跟我们签了，连定金都落袋了。你少在这血口喷人！那几家饭店的主厨向来只认我们沈氏的货。以前是以前，现在人家的贵客要吃新花样。我们赵总刚到了一批最顶级的野生海货，东海大鲍鱼、深海大锦绣龙虾。沈老板，不是我孙德发踩你。如今这市面上，谁手里有好海货，谁就是爷。海货，既然这死糖能净化极品江鲜，那把普通海货扔进去呢？孙德发，今天还真得谢谢你，给我指了条明路。我们赵总说了，识相的，趁早把你那几个剩下的客户路子主动让出来，大家面上还好看。要是等我们动手去抢，哼，沈氏就等着关门大吉吧。哈哈哈哈哈哈哈！沈老板，生意场上风浪大，海货的事儿或许没你想的那么难解。周先生，你不懂，海货的路子在市里被赵广才吃死了。不过谢谢你的宽慰。周先生，今天让你看笑话了，但我沈月不愿亏待每一个合作伙伴。这辆50铃皮卡是刚提的进口货，往后方便你往城里送货进货，不算在货款里，算我沈月的一点诚意。沈老板的诚意，我周浩记在心里了。快来看看，这谁家开回来一辆大货车？不对，前面像脚轿车，后面还能拉货。
这叫皮卡，日本进口的50铃，咱们县长都没坐上这高级货，这一辆得好几万吧？哎呀，大浩，真长本事了啊！头一回进城就开回来这么个钢铁大王八，以后发了财，可千万别忘了乡亲们啊！装什么大尾巴狼，指不定是城里大老板不要的破烂货，瞧把他能的！大伯、大娘，刚从市里办事回来，往后我拉货跑得勤，要是这车动静大，吵着您二位，您多担待啊。都有50铃了，这玩意儿纯属占地方的废铁。大浩哥，大浩哥，哎呀，大浩哥，前几天是我狗眼看人低，您别跟我一般见识。那个磊哥这几天躺在床上不见人，大房那边托我来问问。那辆大金鹿，您开个价，能不能让它赎回去？行啊，刚好占地方，一口价1000块现金。1000？大浩哥，那车磊哥买的时候才850，您这还涨价了？不买拉倒，明天我就砸了当废铁卖，告诉周磊，嫌贵，他就继续当全村的笑。下回赌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拿着你的破烂，滚！海货才是暴利，等我把海里的玩意儿也弄进这口塘里，不管是赵广才还是孙德发，全得给我跪下！测算宿主当前现金资产与物资积累隐藏暴击条件达成，恭喜宿主财富累积阶段性达成，成功解锁系统第2阶权限号令鱼类初级功能，可感应号令方圆100米内所有自家塘中鱼虾蟹。给我7！要养最赚钱的海货，这破泥坑根本不够用，但沈月要的顶级江鲜也不能断。有了，把这塘一分为2，左边留着养老江鲜，右边扩建个海水大塘。但就这巴掌大的破烂泥坑，扔个几头大龙虾进去，怕是连转个身都费劲。指望人工来挖，没个10天半个月根本下不来，只能试一试新能力了。方圆100米进入我手，听我号令，清淤拓塘，给我挖！歇会儿吧，妈给你带了。大浩，这鱼塘怎么不仅清澈了，还大了那么多？泥巴还在水中间自己长成大坝了，两边的水都分开了，是不是闹大仙了？妈，您别瞎想，我昨晚探过了，这塘底下藏着双生泉眼，刚才是我把底下的活石给砸开了。右边的泉水往上猛顶，把塘底积攒几十年的老泥全冲到中间堆起来了。你看，这不刚好把塘分成2半了？这是双龙戏水的绝佳风水。小满，听见没？这是泉眼的秘密，咱家的小秘密，可不能告诉隔壁大伯家和村里人，知道吗？小满连赖子强也不告诉，这是哥哥跟小满的宝藏，谁说谁是小狗？带点甜味，
纯天然的顶尖活水。不对，塘虽然扩建好了，水质也干净了，可这依然是淡水。城里孙德发和赵广才垄断的那些最顶级的海货，大鲍鱼、锦绣龙虾，那都是活在海里的。把海鲜养在淡水里，用不上半个时辰就得全翻白肚死绝。这穷乡僻壤的，离海岸线108000里，我去哪儿弄成吨成吨的海水来填这个大坑？难道海货这条暴利路子就这么断了？懂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海水说白了不特么就是咸的吗？办法有了。老板，库房里的粗盐老子全包了，有多少要多少，现在就给我成车装。小伙子，你没开玩笑吧？我这库房里躺着整整3吨的大粒粗盐，你买这么多是要给全县的咸菜厂供货？少废话，点钱，再给我雇2辆大拖拉机，立刻往临江中村委运。这周浩到底要干啥？买这么多粗盐，这是准备腌咸菜吃一辈子吗？我看他是乍富烧钱，兜里有几个子儿就开始败家。照这么作死，那5000块几天就得亏个精光。爸妈，你们瞧见没？周浩这畜生绝对是疯了，钱多烧得慌，老子就坐等看他怎么把钱给败光。烂泥扶不上墙的狗东西，开了个破皮卡，真当自己是巴菲特了？买盐填坑，呸！脑子被驴踢了。大浩啊，你快住手吧！这水里倒这么多盐，你塘里那几条野鱼不全得被你活活咸死啊！大浩，算妈求你了，咱别倒了，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万一这盐水渗到左边，咱攻进城里的活可全毁了。妈，放心，这中间的泥巴大坝结实得很，左边渗不过去，出不了事儿。哥哥，这边的水咸了吗？小满手都抓咸了。小满乖，再来一点点，海水不就是这个味儿吗？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泥腿子，连真大海都没见过，哪知道淡水变海水到底需要多少比例？这要是计量不对，把右边水塘全给毁了。检测到宿主正在尝试人工构建海洋生境，触发生态模拟机制，当前粗盐浓度已达临界点，启动咸水化育。好险，这要不是系统在关键时刻包底，老子今天这车粗盐真就成全村人的笑话。不过富贵险中求，接下来就该下海鱼了。掌柜的，你这海货苗子怎么都蔫了？就没点上等的大货苗？小伙子，开什么玩笑？咱们这内陆欢地能有这些活的海货苗就不错了。都是海边运过来的淘汰次品，你到底买不买？不买别挡着老子晒太阳。次品好啊，正合我意。有系统在，越贱的苗子暴击起来赚得越喜。这几筐烂苗子网盘全要了，成筐搬走，开价吧。大姐，窗户上那件大红棉袄，要6岁娃穿的，给我拿一件。还有那双38码的大毛底棉鞋也要了。另外，那匹藏青色的厚实棉布，扯一身衣服的量。哟，小伙子，身上倒挺兴，出手倒挺阔。这是给家里刚过门的俊媳妇和亲娃娃置办的吧？大姐，瞧您说的，我连婚都没结呢。这是孝敬我亲娘，还有疼我亲妹妹的。再给我称2斤麦芽糖，多给点糖泥。你这孩子，身上衣服都湿成这样，
刚赚了2个子儿，怎么就开始给娘买这买那？妈有旧鞋穿，你留着这钱娶媳妇儿多好啊！妈，往后儿子天天让您穿新的，咱家好日子在后头呢。哥，太甜了，甜4色小满了，比梦里还甜。哥哥是全天下最大最大的大英雄。鱼类暴击启动。沈老板，我梁某人把丑话说在前头，金尊要的是顶级活海鲜，晚上的宴席全城瞩目。今天要是验不齐这批货，合作立刻取消，你还得照章赔偿5万块钱的违约金。砸了金尊的场子，你沈氏的招牌，往后在省城圈子里也别想再立起来。哟，都在呢。沈老板、梁经理，听说金尊今晚要唱大戏，可沈氏这后厨空的都能跑马了啊！别慌，哥哥我给你们送救命粮来了。品相你们刚才也瞧见了，绝对误不了金尊的宴席。至于这价钱嘛，平时只要8000块钱的货，今天翻3倍，一口价2万4，少一个子儿，这箱宝贝我立马抬走。2万4，钱满仓，你他妈穷疯了吧？这价比旁日翻了整整3倍，你这是趁火打劫！各位别急着骂娘啊！如今整个省城市面能凑齐金尊这笔大单的，除了赵总那边，就剩我手里这点存货了。沈老板，价是高了点，可你现在没得选啊！买我的货，这单顺利交差，沈氏的招牌顺利保住。可如果不买，今天断了货，金尊的违约金加上砸掉的招牌，可比我点货钱贵得多。怎么算你都不亏，双赢嘛，对不对？沈总，要不咱就认了这一刀吧。钱再多是身外物，沈氏招牌砸了可就再难立起来。忍一忍，总比招牌没了强。是啊，沈总，算了吧。钱满仓说的对，咱现在真的没得选了。够了，都别说了，钱满仓，算你狠，3倍就3倍，这批货我签了。这就对了嘛，沈老板，早点点头，大家不就都双赢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来人，把合同拿过来，伺候沈总签字画押。好狗不挡道，让开！嘿，你个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这小子谁呀？哪儿来的泥腿子？身上一股子腥臭味儿，叫花子要饭要到这儿来了。钱老板，他就是沈总之前在乡下找的那个供活江鲜的，叫周浩。搞了半天，原来你就是那个乡下养鱼的泥腿子啊！沈老板，这就是你的救兵，一个内陆养塘的。我劝你少做梦，内陆的塘能养出什么海货？小子，你别是拉了几筐淡水鱼来充数，跑到这儿丢人现眼吧？钱老板这批货也敢叫顶级，敢开这个价？小杂碎，你说什么？我说你这货就是垃圾，你是不是趁火打劫漫天要价？不用在这儿光凭一张嘴说，把货摆一块儿，当着沈老板、梁经理和各位股东的面现场验货，谁的成色配这个价，一目了然，省得空口白话。周浩，你别在这儿跟着掺和，你那是内陆的淡水塘，上哪弄顶级海货去？你先在旁边等一下，这件事情我自己能解决。沈老板，连你自己都不信这小子能拿出海鲜，怎么小子刚放完响屁，现在就想躲在女人后面当缩头乌龟了？好，老子做这行几10年，还会怕了你个泥腿子？我倒要看看你那塘里能掏出什么宝贝来！验，现在就验，拿不出来，老子今天废了你！
这不可能！内陆的塘怎么养得出野生大黄鱼？还是活的？这石奔，这鲍鱼，我跑遍沿海订货，有钱都未必抢不到这等成色。钱老板，你方才在大堂说我拿淡水鱼充数，现在当着梁经理和各位的面，你倒是指出来哪一条是淡水鱼？大伙快看前满仓这箱货，底下的冰块都化了，虾壳全是硬的，这分明是拿冰冻过的死货冒充鲜活货，以次冲高。沈老板，金尊这单货我要周老板的，不光这单，往后金尊的顶级海货能供多少我要多少。周老板真是年轻有为，神仙手段啊！刚才我们也是太着急，您大人有大量，别往心里去。对，沈总找的供货商那绝对是1等1的顶尖人才，往后全靠周老板关照了。周浩，谢谢你，这次又是你帮我扛了下来。周浩是吧？一个臭养堂的泥腿子，敢断老子的财路，砸老子的场子，你给我等着，这笔账咱们没完！周浩，金尊的危机解除了，除了原本那纸5000一个月的合同，我要跟你追加海货的长期独家供应，价钱另算，多多益善，有多少我要多少。还有这个大哥大你拿着，交流方便，往后有什么消息直接打电话就行。耗子，这账目没记错吧？咱们家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活钱，这些全都是真的。妈，是真的，这只是刚开始，您把存折收好。耗子啊，这黑乎乎的大砖头是个啥东西？怎么屁股后面还长着根长天线？妈，这叫大哥大，是个移动电话，往后在外面跑生意，有什么消息直接打电话就行。财富底蕴突破临界点，基因锁解，系统终极进化，正式解锁第3阶主宰特权，号令万物，初级，凡统下之内，生灵死物皆为臣子。这股威压是主宰，主宰苏醒了，身体在共鸣，大地的主人在召唤，执起脊梁，准备听令。洛，过来，把泥蹭干净。周浩，我正到处找你，我这边正在筹划一次大规模的出海采购，准备租用一条深海大船，你收拾一下，跟我跟船一起去大海上看一看吧。也是时候去接触一些真正的海货了，剑苗都能暴击成顶级，那要是把真正的深海顶级母本投进我这口塘里，又会变出何等惊世快俗的神物。好，我跟你们一起出，等出海运回来的都是深海巨物，目前这巴掌大的小塘根本装不下，现在必须得扩塘。上班了，都动起来动起来，夜班开工了啊，别跟老子偷懒儿。那边那坨大石头说你呢，别在那儿睡懒觉了，赶紧往外围滚，按顺序排队，给我垒个2米高的硬底塘埂，谁要是垒歪了，明天通通重来。哎，那个灰不溜秋去的，往哪儿滚呢？右边，往右边挪2步，跟前面的派齐。磨磨唧唧的扣你工时啊！万恶的资本家，还有你们这些稀泥，别稀稀拉拉的，从中间往2边挖，把塘底清淤，挖出来的泥全部上岸，堆到大坝上，自己拍结实了。别给我搞豆腐渣工程，要是漏了水，我拿你们全部糊墙。往中间缩一缩，别在旁边碍事，给施工队腾地方，动作快点，别溅到老子衣服上。最后那块大青石，愁啥呢？赶紧卡进那个缺口里，别耽误大伙下班。耗子，这塘昨晚明明还只有巴掌大，怎么一眨眼全变了？这地界，这堤坝是怎么弄出来的？妈，这塘风水旺，地气足，估计是昨晚地龙翻身，它自个儿就长大了，不用大惊小怪。小满，今天晚上看到的，一个字都不准往外塞。哥，我懂。
我就当咱家鱼塘自己成精了，我打死都不说。爹，我摸清了，周浩那小杂碎在内陆养海鱼的秘密被我蹲到了。快说，到底是什么秘密？粗盐，那小子买了一车车的工业粗盐往塘里倒，他是把淡水生生倒成咸水来养海鱼的。哈哈哈哈哈哈！原来就这，他那个破塘才多大？咱们后山那口大死塘比他的足足大10倍。要是咱们也照葫芦画瓢倒盐养海货，还不把那忘恩义的畜生彻底捏死？儿子，我们去运盐。周老弟，快扶一下沈总，这刚离港海浪就大，内陆来的人准得遭罪。我没事，不用管我。脸都白成这样了还嘴硬，在这靠着别动，我来想办法。方圆2里的鱼群听令，给我游到船底贴死拖稳船身。奇怪，这风浪没小啊，我怎么忽然一点都不晕了？可能是我这人自带磁场，专门治晕船。周浩，你先放开我。我说你这破海是不是皮痒了找揍？没招你没惹你的，没事瞎掀什么大浪？周浩，你是不是丢人现眼？你跟大海叫板，他能听懂才怪呢。他听不听得懂不知道，反正你笑了就行。这小子哪儿冒出来的？一个内陆来的也敢碰沈总？到了海上就是老子的天下。等一会儿撒网，看老子怎么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妈的，又是一网空，连着3天了，各家渔船全空舱。这片海最近闹鱼荒闹的邪门，再这么下去，大家伙连油钱都得赔个精光。这片海不是没鱼，是你们找错了地方。哟，一个内陆养鱼塘的旱鸭子泥腿子，连海浪都没见过几次，现在也敢跟老子谈捕鱼了？这片海，老子闭着眼睛都比你熟。闭着眼睛是挺熟，所以你闭着眼摸索了半天，就带着大伙一网接一网的捞垃圾。陈大少爷，你这捕鱼的真本事，确实挺让人开眼的。你少给老子在这耍嘴皮子！周浩，你既然这么有能耐，敢不敢当着沈总的面跟我赌一把？咱们2艘船各自下网就捕鱼，就比捕鱼，看今天谁捞上来的顶级货多。输的那个人当着全船人的面当众认输，给赢家低头敬服。往后在船上少在沈总面前晃悠，你个旱鱼子敢接吗？周浩，你别跟着他逞强。陈海涛从小就在这片海里长大，是这一带有名的捕鱼好手，你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沈总放心，在这水里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赢我。既然你想赌，那这局我接了。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来，把压箱底的探鱼器和对讲机全部打开，这一网给老子死死盯住东南那片老郊区。一个旱牛也敢跟老子叫板，今天老子非让你空仓出丑，颜面扫地不可。下网！鱼荒又怎么样？老子凭真本事，照样能网网见鱼。旱油子，轮到你了，老子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捞出一片林来。就这点成色也配叫捕鱼？陈大少爷，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船老大，转舵，全速往东南那片老郊区开，准备下网。周老弟，那边全是暗礁，一不小心就要挂网破网的呀！出了事算我的。都给老我听好了，不准挤，按顺序排好队往网里钻。开数！一，我是小黄鱼1号，冲2、3、4、5、6，预备，大个子来啦！都闪开，别挡着我！我是7，老大加我一个，我自己能把自己红烧啦！这破机器也太慢了，照这个速度，天黑也拉不完这一网。这也太磨叽了，兄弟们，别等着破网了，咱们直接帮老大上货，看我的暴扣！
看我的反手接发球，走你！双臀拦网，走你！哈哈，瞧见没有？老子凭真本事照样能捞出10几条。那个内陆来的周浩，这会儿怕是连一根鱼毛都没捞着。鱼自己飞上船，海豚在帮他打羽毛球？不可能，我绝对是在做梦。海涛，你怎么了？快来人啊！海涛被周浩的鱼给生生吓晕过去了。这男人真有意思。7号，在海里的时候不是挺狂吗？还自己能把自己红烧了。进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准备接大造化。监测到绝对极品深海巨物母本，满足终极进化条件，触发200%超极限暴击进化。赌对了，深海鱼当母本暴击出来的，直接就是变异神物。这一堂东西要是随便捞一围拿到市面上，绝对能让那些富商权贵抢破了头。耗子，那条黑金大鱼是什么怪物？它长得怎么跟水里的龙王爷一样？咱家这堂怕不是真有神仙下凡护着吧？马小满，记住我的话，这是咱家直通天顶的聚宝盆，今天看到的，哪怕烂在肚子里也不准说了半个字。哥你放心，我就当咱家这鱼全部白日飞升修仙成精了，我连做梦都咬死不说。沈总啊，实不相瞒，上次我把几10家酒楼的订单全转给赵广才，我这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确实是对不住你。对，沈总，我和老王今天来就是专程认错的。之前赵广才拿出来的海产品项确实压了沈氏一头，我们开门做生意的，后面上万张嘴等着吃饭也是没办法呀。这200万的合作违约金，我们一分不少亲自打给你，算是我和老刘给妹子赔个不是。沈总，你这是不打算原谅我们2个哥哥了？王总、刘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如2位先跟我去看看沈氏今天刚到的一批新货，等看完之后，咱们再做大打算，也不迟。疯了，全疯了！我做半辈子酒楼采购，头一回见到自带金属龙鳞的金枪鱼。赵广才给我的货跟这一比，简直就是下水沟里的烂鱼烂虾，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沈总，什么都别说了，之前赵广才给我的合同我当场撕了。这批赤金神仙鱼和黑金金枪鱼，你有多少我要多少，价钱你随便开。老王，你少跟我抢！沈总，我出双倍价格，下半年盛世大酒楼的采购金我全部提到沈氏来。周浩，那2个老狐狸王总和刘总，刚才连合同条款都没看，直接跪求我把下半年的货源全包给他们。你送来的这批神物，把沈氏丢掉的厂子全砸回来了。我说过，在这水里没人能赢我。赵广才算个什么东西？这也只是个开始。名震全市的周大老板手握这种神仙货源，看来以后小女子得仰仗您赏饭吃了。赵总、王总和刘总那边今天上午把咱们的供货合同当场撕了，宁可赔违约金，大笔罚款也要转投沈氏。不仅是他们，咱们手底下10几家核心大酒楼今天全部倒干毁约了。长着龙鳞的金枪鱼，那将来的泥腿子就算把龙王爷的家抄了，也绝对变不出这种神物。查，给老子动用道上所有人马往死里查，必须把那小子在村里那口鱼塘的猫腻给老子生生挖出来，工具人手全给我带齐了。单打独斗的小作坊到头了，想要拿下全市乃至全省的水产市场，今晚这基地就得给我拔地而起。都几点了，一个个的还在这睡呢，醒醒，起来开工了。啊，老板又让连夜加班，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使啊！别抱怨了，快自溜，赶紧把自己给夯结实了。动作慢的老板要把咱抓去拌水泥，冲啊！大块头1号收到，兄弟们起飞，给老板垒个全天下最硬的坝。2号到位，撞击预备，好。哎呀，秀兰嫂子，我以前就说耗子这孩子打小就有出息，你看看这新衣服，
这可是市里百货大楼的绸缎吧？穿你身上真跟城里太太一样。就是，秀兰嫂子，你看我家那小子浑身是力气，能不能让耗子拉一把，带去他那大渔场里当个帮工？工钱少给点都成。大妹子，孩子做生意有他自己的规矩，我也做不了主。这礼物你们先拿回去吧。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妈，这补品每天晚上按时炖了喝，咱家现在不差钱，往后你们怎么体面怎么来。秀兰姐，去买菜啊！我这刚摘的新鲜黄瓜，你拿2颗尝尝鲜。秀兰嫂子，晚上上我家吃饭去呗，我让家里的杀只老母鸡。日子好起来了，从以前看不起我，到现在见面都要打招呼，都是耗子的功劳。老头子，动作快点，等这几吨盐全部融进水里，咱这大堂就是全村最大的海棠。到时候发的财绝对比周浩那小杂碎儿多出10倍。好嘞，大功告成！爹，这大堂现在绝对够咸了，快把咱花大价钱买的海鱼苗抬上来！哈哈哈哈！这下发了！哈哈哈哈！有了这海棠，再上了这批海鱼，周浩，你个小杂碎的财路今天就被老子彻底断了！怎么会这样？我的海鱼苗，老子花光家底买回来的海鱼啊，全死光了，几万块的本儿啊！一样的盐，一样的刀法，凭啥周浩那破塘能养活海鱼，咱这好端的大海棠海鱼就全齁死光了？你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老头子，这还用想吗？准是周浩的小杂碎使了坏，要不咱倒盐咋就不灵？他肯定是看不得咱家发财，在背地里动了手脚。几万块的血本啊，全变成臭鱼烂虾了，这可是咱全家攒了大半辈子的积蓄啊！老头子，你倒是说句话呀，咱家往后可怎么活呀？临了被个晚辈比下去了。爹，哭有什么用？咱们得想办法把赔掉的钱拿回来。你想想，咱的塘虽然毁了，但周浩村委那几口新扩建的塘，现在天天水产车排队拉货，那可是一座会喷钱的金山啊！你的意思是，把他的鱼塘夺过来，只要把周浩那口塘占为己有，咱不仅能把损失补回来，还能摇身一变成百万富翁。对呀，老头子，当年分家的时候，那死水塘本来就是咱周家的祖产，他周浩一个没爹的野种，凭什么占着这么大的便宜？那塘本来就该归咱们长房长子。没错，那是周家的祖产，当年分家本来就不公，凭什么把能发财的宝贝分给他们娘仨？周磊，去，连夜把咱本家的亲戚全叫上，带上家伙。明天一早，老子亲自带头去砸门，就说要重新分祖产，老子倒要看看那个小杂碎敢不交出来！周浩，给老子滚出来！那口塘是咱周家的祖产，当年分家就不公，今天必须重新分，都分钱，规矩不能乱。死水坑也是周家的。这里不欢迎你们，赶紧给我出去！大伙儿快来看看啊！二房发了财就不认长辈，还要动手打死人了！我们长房吃了大亏了，这天理何在呀？周浩，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你今天不把聚宝房吐出来重新分，你就别想在村里抬头做人！哼。大伯，您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塘是当年你们嫌他养啥死啥，当垃圾甩给我们娘仨的，白纸黑字按了手印儿。各位乡亲父老，今天大家伙都在这儿，你们帮我评评这个理。当初嫌弃死水坑，逼着我们娘仨按手印的是他们厂房，现在瞧见这塘被我养活了，他们又带棍子来抢祖产，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你们还要脸吗？对呀，当年分家文书还是我见证的，就是他们长房自己不要死水塘的。这会儿瞧见人家周浩养海鱼发大财了，全家跑来当无赖强抢，真丢周家祖宗的脸！呸！微信号都得给人家拉黑。滚！好，很好，周浩，这事没完。
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哭都哭不出来。恭候大驾。赵总，查到了，沈月店里那一批神仙货根本不是从外省运来的，全出自一个乡下小子周浩的鱼塘。这小子手里有这种硬货，现在名声在市里也打响了。最麻烦的是沈月那个臭娘们还死死罩着他。咱们要是明着断他的货，硬来肯定不行。沈月绝对会跟咱们掀桌子。赵总，有个事儿您听了准乐。这个周浩有个亲大伯叫周建国，前几天看周浩发财眼红，自己买了成吨的工业粗盐倒进塘里养高级海鱼，结果一塘水全齁白了，赔光了全家大半辈子的积蓄。现在这老家伙恨他恨得牙痒痒的。本村本家知根知底，心里还带着死仇。好，太好了，这哪里是仇人，这分明是老天爷亲手赏给咱们的一把刀啊！去，带上几沓现金，今晚就把这老家伙给老子约出来。周掌柜，你侄子断了我的财路，也害你赔了个精光，咱俩是一条道上的。只要能整垮周浩，让我干啥都行。周浩全靠那口糖，毁了糖，他就大回原形。下毒，把他满塘的鱼全要死，一夜让他倾家荡产。这事我熟，那塘我闭着眼都摸得到。周浩，叫你跟我斗，断了老子的财路，老子今天就彻底绝了你的后路。明早起来，你就给老子跪在塘边哭吧。检测到外来剧毒物质侵入，是否启动淬毒化育逆境进化？有人找死！淬毒化育逆境进化已启动，正在吞噬外来剧毒物质，转化鱼塘养分。这是神仙显灵，这什么药法？这绝对不可能！长贵儿，你这一大早满身是泥的从周浩塘里爬出来干啥？那两个人又是谁？号令万物已激活，回溯草木记忆。昨夜投毒者共3人，由周长贵带路，向西北大路逃窜。岸边西北角草丛3米处，遗留犯罪工具塑料桶3只。神了，真长出神仙鲤鱼！你们看那鳞片，竟然在自己发光，招财纳福的祥瑞呀！周浩这是得了老天爷的造化。
想回我的根，那就连本带利还回来。这已经不是海货了，是宝贝啊！周老板，这条红色的发光鲤鱼，我出20万，现金都在这儿。我出50万，支票随便你填，只要把那条七彩的卖给我。大伯，多亏了你送的这桶好药，你放心，这份大礼我很快就会连本带利亲自给你送回去。赵总，这到底是咋回事啊？那可是剧毒啊！周浩那鱼塘非但没死，反而生出了彩礼。现在全省的富行都去送钱，我这心都在滴血呀！闭嘴，老子不下！一个乡下泥腿子，次次都能化险为夷，这里头绝对有鬼！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吧？收手！老子的字典里就没这2个字。周浩，查清楚了，托关系查了那几个桶，这剧毒物资正是从赵广佛名下的化工厂流出来的，只要报案，他跑不掉。哎呀，沈总，我那晚睡得死，跟死猪一样，外面啥动静也没听见。这鱼塘能长出发光神梨，纯粹是老天爷赏饭吃，走大运了。哈哈。赵总，我打听清楚了，周浩那傻子说他当晚睡得跟死猪一样，什么都没发现，还以为是自己走了狗屎运呢。哼，乡巴佬就是乡巴佬，既然他神不知鬼不觉，那我们就再送他一程。赵总，您发话，下回怎么整？我带路，绝对把他的根给彻底挖断。周总，全都录下来了。周长贵带路，赵广培出钱买凶的视频和录音清清楚楚，这是绝对的铁证。周长贵、赵广田，你们以为自己是直刀人？不好意思，你们的狐狸尾巴老子已经抓死了，证据齐了，该收网。村长，各位乡亲，今天请大家伙来，不为别的。就为这3桶能药死全塘鱼的剧毒。前天夜里，有人把这玩意儿全倒进了我的鱼塘。我的天，谁心肠这么黑啊？这要断人活路！大家看清楚了，这上面印着广财化工，我已经托人查过了，这批货就是市里大发水产老板赵广财的专属物资。有人勾结外人，要毁了咱们村的聚宝盆。而那个在深更半夜亲自带路、亲手把毒药倒进我塘里的内鬼，就是他。我的亲大伯周长贵，你少在这血口喷人，2片嘴唇一碰就想诬陷长辈。你看见老子投毒了，你有什么证据？没证据，老子去公家告你诽谤。就是啊，没天理了！发了财就红口白牙，诬陷亲大伯。证据呢？拿不出来，你就是畜生。要证据是吧？那你们全家就睁大狗眼看清楚，竖起耳朵听好了。这事儿我熟，那糖我闭着眼都摸得到，只要能整垮周浩，让我干啥都行。畜生啊！真是个吃里扒外的老绝户，连亲侄子都害，真不要脸！呸！无法无天，投毒害人是死罪，报官！赶紧让公家来抓人！放屁！那是周长贵自己偷了老子厂里的物资，跟老子有什么关系？让那个老不死去坐牢，别连累老子！滚！周长贵、赵广田，这是你们自找的。秀兰姐，哎呀，您现在可真是咱村第1大福星啊！拉贵呀！哎呀，周浩养出那神仙鲤鱼，现在成了市里的头号大人物，连市里的富商见了他都得喊一声周总，可不是嘛？还有你们家小满，这次考试又是全市第1，拿了大笔奖学金，哪像长房周长贵家那个不成器的周磊，整天偷鸡摸狗，
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这两家子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长贵那是自作自受，我们二房以前受的窝囊气够多了，往后啊，谁也别想再看低我们周家一眼。周浩，大快人心，这个月的财务审计出来了，靠着你的发光审理，咱们酒楼的营业额翻了整整3倍。赵广才名下的所有水产门店全被咱们打压得死死的，他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这只是个开始，想跟咱们斗，他还没那个资本。周浩，谢谢你。如果这一路上没有你陪我闯过来，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刚接到的大消息，市里要举办3年一度的全省水产养殖大价赛，比拼品种、品相还有养殖规模。谁能拿到第一，不仅有100万现金重金奖励，还能拿到未来3年全省唯一的官方特供大订单。周浩，这场赛事简直就是为你和你的审理量身定做的，只要拿下它，你的水产帝国就彻底稳了。去，必须去。去，当然要去，名利双收的机会没有往外推的道理。周浩、沈月，你们把老子逼上绝路，老子就跟你们玩命！水产大赛是老子最后翻盘的机会，孙德发，把厂里压箱底的所有资源都给我砸进去！这次在大赛上，老子不仅要扳回颜面，还要当着全省行里的面，把周浩那个小杂碎彻底踩死在脚底下！渡边大师，您请。这次多亏我不惜重金把您从樱花国请来压阵，今天这冠军非您莫属。竟然是出过无数奇鱼的渡边一郎大师。有渡边大师在，这次大赛咱们只能争第2了。哼，哟，这位就是周浩，乡下养堂的。小伙子，这可是正规的大赛，比的是真功夫，不是你那烂泥塘里瞎扑头就能混过去的。哈哈，我养鱼30年，可从没听过哪个高手是从乡下水沟里钻出来的。年轻人，趁早回去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大家伙瞧瞧，这周浩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碰巧在泥潭里捞着几条好货。今天有渡边大师在，正好让大家开开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本。华夏的乡下人也配跟我同台？养鱼是艺术，不是运气。你的鱼不配进入我的眼睛。自家人我清楚，他那点本事全是撞大运。今天在真正的国际大师面前，他准保现原形。孙桂芬，你少在这满嘴喷粪！还有赵广福，你现在蹦得越欢，等会儿老子让你们的脸打得越响。系统正在翻译全语。10分钟前，黑衣男人赵广才在后门将2个黑色提包分别塞给评委甲和评委乙，并亲口交代：第1轮评比拼，不管大哥你亮出什么货，你们2个一律往死里压分。辛苦了。欢迎来到3年一度的全省水产养殖大赛，现在进行第1场比试，品相大比拼，满分10分。首先有请江城水产大户张老板亮货。这条血红龙鱼发色虽然还可以，但身形不够完美，我给7分。游氏也略显生硬，没有龙鱼那种吞吐天下的霸气，我也给7分。江城张老板得分7分。接下来有请夺冠大方本，来自樱花国的渡边一郎大师亮出他的传世奇珍深海红纹海王星石斑。
神迹，简直是神迹！这暗红血纹完美无瑕，我给9.5分，绝对的行业天花板。渡边大师不愧是国际泰斗，品相调理到这种极致，我也给9.5分。我操，9.5分！不愧是樱花果宗师，这红纹太绝了！这第一场的冠军稳稳的是渡边大师了。最后一位，溪水村周浩亮货。这金光，它竟然会冲着人发光！这鱼他妈的成精了呀！这品相绝对是无敌的10分满分啊！这鱼也就一般，一股子烂泥塘出来的乡下酸臭味儿，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顶多给个5分及格分。没错，这种野路子养出来的东西，身上全是变异杂色，毫无观赏美感，我也给5分，不及格。哈哈，你懂个屁呀！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评委说了，这是变异杂色，乡下泥腿子货，就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哈哈哈，5分，真是丢人现眼！小杂碎，拿个5分，还不赶紧滚回去种地！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别人的垃圾你们给9.5分，老子的绝品你们给5分。昨晚10点，大发水产的私人账户刚给你们2个各自转了50万，收了黑钱，在这张口就一唱一和的压分开黑幕，你们问过我没有？天哪，一人50万！赵广天居然花了100万买通评委做假证，不要脸啊！我的妈呀，这乡下小子连银行流水都能当场搞到，这也太恐怖了吧！取消评委甲、评委乙的执裁资格。经其余评委一致重新公平判，溪水村周浩的极品审理，品相力压全场，获得满分是10分。第一场品相赛，周浩获胜。各位来宾，各位行业同仁，欢迎来到全省水产大赛的第2场极限养殖赛。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组委会特意从极寒深水区运来的自产黑盐王。天哪，居然是黑盐王！这玩意儿在圈里出了名的难伺候，不仅挑食挑到死，而且天生嗜血。只要2条放在一起，不咬死一只绝对不罢休。这怎么养？疯了！组委会真是疯了！这种鱼只要受到一点惊吓，就会疯狂绝食，甚至自己撞死在缸壁上。这比的哪是养鱼？这分明是比谁的鱼死得慢啊！没错，本场比赛规则限时1个小时，各家不限制调理手段，不限制饲料秘方。1个小时后，比谁缸里的鱼存活率最高，品相最稳。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快！把老子带过来的高纯度电解质倒进去，压住它的凶性，别让它们再咬了，再咬肚子都要被豁开。完了，老子的200万全砸了！这畜生不见效啊！快看渡边大师！那可是樱花国千金难求的神水伞，据说能瞬间让鱼类进入休眠状态。不愧是大师，一出手就稳住了。第1场让这小九子钻了空子，这一场老子要让他彻底翻不了身。去把那东西放进他的循环泵里，
我要让他满缸的鱼死无全尸。哈哈哈，周浩，我看你这次还怎么装神弄鬼，等死吧你！系统监测水质，警告：水体中检测到高浓度硝酸剧毒，鱼类将在3分钟内融化暴毙。号令万物，催动水流，把毒素过滤掉。警告：水体毒素已过滤，但监测到2条雌性黑岩王在刚才呼吸中已吸入至少30%残留毒素，即将引发内脏衰竭。吸进肚子里了，那吸出来，再吐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吧？我操！活见鬼了！你们快看周浩的缸，那条大黑鱼在干嘛？他把同伴体内的毒给吸出来吐了，然后那水流嗖的一下就把毒带走了。这是特种部队出来的鱼吧？还会打配合。1个小时时间到，所有人立刻退后，双手离开鱼缸，请顶替上任的新裁判组封缸，清点活鱼数量与品质。3号缸，李老板，3条黑岩王全部中毒暴毙，最终存活数0，淘汰。全死了！老子的电解质和镇静剂都是进口的呀，100多万全打水漂了。7号缸，孙老板，疏于防范，致使鱼群疯狂自残。死2条，重伤1条，最终有效存活数0，淘汰。这不是养鱼，这特么是养祖宗啊！谁能养得活这畜生？渡边一郎大师死2条，剩1条品相尚存，最终存活数1条。哼！我的亲娘4舅奶奶呀！别人家死光死绝，周浩先生这里不仅1条没死，毫无伤出了名的自残黑岩王，竟然在周浩先生的缸里当场下载了！大鱼存活率100%，外加1窝极品活鱼苗奇迹，这简直是水产界100年难遇的神迹呀！我操！老子砸了100万药剂死光了，他什么都没喂，居然下载了！这小子的鱼是特种部队出来的吧？变态！这特么根本不是人能办到的事。周浩这小子到底用了什么妖术？不可能！这绝对是作弊！大日英华帝国的顶级专家研究了30年都无法人工繁育的鱼，他一个华夏泥腿子，怎么可能让他们1个小时就生子？我不信！我不信啊！周浩，你少得意！刚才那场算你瞎猫碰上死耗子，我不服，大大的不服！我要跟你加赛最后一场慧眼识鱼，比的是绝对的理论和眼力。我就不信你一个华夏最底层的乡下泥腿子，连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珍稀血统都能认得出来，你敢不敢跟老子赌上职业生涯，比试最后一场？周浩，赢了，咱们彻底赢了！刚才江城那笔发光神离的千万级大订单，客户看到你在大赛第1场的表现，二话不说把全部尾款都打过来了。我做主，先把其中属于你的10万现金红利直接转进你的私人银行卡了，你注意查收。宿主名下资产流动资金累积达成上限，鱼神系统触发终极进化条件，系统成功升级为 2.0 版本。恭喜宿主解锁专属神级新能力点化，开启此功能后，宿主的身体任意部位徒手触摸任何水生生物，即可强行令其体内隐藏血脉当场发生逆天级返祖进化。比眼力？行啊，既然你们2个急着把棺材本送给老子，那最后一场，老子就彻底送你们上西天！各位来宾，全省水产大赛迎来了最终的压轴大戏——慧眼识鱼。
在大家面前，这200个器皿里只有1条是隐藏的。由于基因突变而身价千万的真正观赏鱼之王，其余皆是价值100元的凡品。请两方在限时3分钟内，凭眼力各自挑选出1条你认为最有价值的鱼，计分高者为本次大赛的总冠军。哈哈哈哈！我选到了，这绝对是纯正皇家血统的白金龙鱼。看这下游的姿态，看这鳞片的密度，至少价值200万。我赢了，华夏泥腿子，轮到你啦！大师好眼力啊！200条鱼里，您这一眼就相中了全场最金贵、最显赫的皇家白银龙鱼，不愧是国际顶尖宗师，这眼光简直神了！就是，渡边大师这双眼睛简直跟开了透视眼一样，不像某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泥腿子，估计盯着看半天，连这条龙鱼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哈哈哈哈哈哈！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些俗物。我选他。哈哈哈！笑死我了！这就是你们华夏奉为神明的夺冠热门，拿一条连猫都不吃的垃圾小丑鱼来跟我的皇家白金龙鱼比价值？周浩，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脑子被门挤了？垃圾就是垃圾，乡下人永远没见过世面。周浩啊，周浩，你也有今天，黔驴技穷了吧？认输吧，你个泥腿子！给你真金白银你都认不出来，拿条水沟里的烂货当宝贝，你把我们江城水产界的脸都丢尽了！跪下认输，滚回溪水村种地去吧！就是作弊，早就看得不顺眼了。大家快来看啊！自家人我最清楚了，这个周浩从小就是个现原形的窝囊废，之前2场他全是走了狗屎运瞎撞的。今天在真正的国际大师面前，没有黑幕保护，他个乡下种地的泥腿子1秒钟就现了原形了，真是丢尽了我们老周家的脸。对，连你大伯都害，今天遭天谴了吧？拿条死鱼来比赛，你就是个笑话。完了，这小子彻底疯了！200条好鱼不挑，偏挑个畸形小丑鱼，这场输定了！哈哈哈！土包子现原形了，这总冠军稳稳是赵总和渡边大师的了。都笑够了吗？等会儿看老子怎么让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废物全家给老子跪下叫爷爷！天哪！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这是传说中的鲲鹏？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根本不是人间的生物，这是神迹！我输得彻彻底底呀！我操，老子没做梦吧？一条畸形鱼，一眨眼变成了传说中的鲲鹏。渡边那条200万的龙鱼，在这尊神物面前连个屁都不是啊！一战封神，周浩这根本不是养鱼，他就是活生生的鱼神下凡啊！3场比试3场全胜，我宣布，本次全省水产养殖大赛的总冠军是溪水村周浩。神奇，这是活生生的鱼神下凡啊！小杂碎，你以为赢了比赛就能稳活？老子早就留了绝户后手。本届大赛总冠军溪水村周浩一战封神。沈月，总冠军我拿下了。周浩，你的女人现在可没心思听你炫耀。周浩，别管我，快走！听着，半个小时内1个人滚到城西废弃砖厂来，带上秘方和奖杯。